说起亚特兰大这个城市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我想到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。来到了美国1996年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亚特兰大。让我们来百年奥林匹克公园追忆一下当年的辉煌历史。在现代奥运会诞辰100周年之际，还记得那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都见证了哪些精彩的瞬间呢？神鹿王军霞的长跑首金，伏米霞的跳水双冠王，战旭刚的举重5刷世界纪录，李小双的体操反败为胜，还有乒乓球的邓亚萍时代和刘国梁的大满贯。竞技体育有国界，奥林匹克精神无国界，就像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·德·顾拜旦所倡导的一样，希望这个世界没有歧视，相互理解，公平竞争，友谊团结 ，Love and Peace。那么我的行程为什么会选择从亚特兰大开始呢？它也并不是大雾山国家公园最近的城市，因为机票划算。航班多的大城市机票价钱都比较低，那亚特兰大航班到底是有多多呢？其实在过去的20年间，亚特兰大哈斯菲尔德杰克逊机场一直是全世界客运量最大的机场，计算下来就是平均每天运载30万旅客及2700个航班，高峰时平均每15秒钟就有一个航班起降。疫情前数据参考一下。Good afternoon, ladies and gentlemen. Your aircraft has just arrived here at gate A28. 大家可能想说，亚特兰大并非国际大都市，为什么会是最繁忙的机场呢？ The next stop is for A gates. A as in Alpha. 原因是，作为一个没有高铁的国家，美国长途交通主要以优惠便捷的飞机为主，而亚特兰大作为美国南部最大的核心城市，高达60%的旅客都是来这里转机换乘的，所以我的行程也从亚特兰大开始了。我刚刚已经到达了亚特兰大机场。我现在刚刚已经取上车了，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驾驶了一辆吉普车，现在在排队出去，一起走吧。这辆车空间超级大，非常适合我去大雾山露营的那天晚上坐在后面。准备一会儿去买点水。喝点水。10月份的亚特兰大丝毫看不出夏天要过去的意思。去大雾山之前，先去吃个饭吧。这家餐厅好火爆啊！这是乌冬面，它这个面非常很好吃。虾。一整天没有吃饭了，吃了巨饱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式餐厅里，我点了1碗乌冬面和1盒寿司，花费你猜是多少呢？那一顿饭吃了37块5毛6，还没有加小费，加完小费45块钱，最低。大家觉得这个餐厅贵吗？这一顿面条吃到眼神迷离，现在等他把我的车开过来。已经晚上7点钟了，我预计的是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到达了今晚的入住地，但是现在严重超时，我还没有离开亚特兰大，估计还要再开3个小时，要10点多才能到达住宿地吧。加油，一会儿见。3 hours later. 然而，我居然遇见了住宿诈骗。这上面说，如果你用这几个网站预订住宿的话，那么恭喜你被骗了。我打了电话，半夜没人听，而且他们已经预订满了。我找遍了整条街的其他酒店，居然也满了。
怎么办？于是我找了一个图书馆停车场，拿出为明天露营准备的被子，决定今晚住在车里。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骗局呢？让我来给大家揭秘一下。其实很简单，你看到的住宿商家是确实存在的，只不过骗子就是把自己的诈骗网站放在了商家的谷歌信息里，预定时就会把钱花在了他们的诈骗网站上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尽量避免住宿诈骗呢？我有几点个人建议给大家。一、预定住宿时尽量在商家的官网或者是比较大的代理网站预定，如果在小的网站预定的话，也尽可能多渠道的与商家沟通确认你的预定情况。二、最好提前预定。11月份是大雾山露营地关闭的时候，所以大家都赶在10月份去游玩赏秋，而它的地理位置呢又处在美国东部的核心区域，周围游客的到访让大雾山的访客量跻身了全美排名第一。在订不到主流酒店和露营地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和骗子就同时盯上了小的住宿商家。三、尽量用信用卡而不是储蓄卡去付费，这样即便信用卡公司没有过滤掉那些骗子的网站呢，之后也会尽可能的去保护你的权益，所以我的花费损失已全部追回。知道为什么大雾山国家公园是全美游客量访问最多的公园呢？还有山林里独自露营的体验，明天的行程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